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严卫慈议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徐巧芯委员、陈志涵主任。好，那么昨天美股大跌哈，今天台股也跟着受到影响哈。为什么？因为川普自己说，美国经济呢这一年内恐怕会衰退。哦，那基本上呢，这个他不肯说经济会好哦。他不敢，因为呢看起来可能会衰退，好几个原因了哈。那真的衰退的话呢，这个他如果说经济会好转，然后说你这个乱讲，当时乱讲，他虽然他乱讲话也很多了，但经济的东西我看他不敢乱讲哈。那他自己说了哈，说我的政策包括关税啊等等，可会带来些许动荡，一点点动荡啊。那但是呢，当美国总统讲这样的话呢，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昨天呢，纳斯达克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4%，道琼呢跌了890点，哦，这个 Tesla 这个一口气昨天跌了15%，NVIDIA 呢也跌了将近5%，哦，这很吓人的哦，这种跌幅哈。那这个所以呢，美股他们说美股血洗，哦，那川普呢好像就躲起来了，他就觉得他不知道讲什么好哦。那白宫发言人强调，他第一任政绩很好啊，哦。第二任才刚上台啊，还看不到啊，哦，那另外呢，也有网络说是不是故意的啦，哦，就是说呢，那干嘛故意让经济衰退呢？因为经济不好 ，Fed 会降息的啊，因为升息一直升，因为经济好就要升，要压抑那个通货膨胀，那这个穷苦人家就很痛苦，哦，中产阶级以下都很痛苦，真的有钱是不在乎，但中产以下人还是多嘛，哦，所以第一个呢，经济不好可以逼你降息。第二个呢，经济不好会弱势美元。一旦弱势美元以后呢，你的什么欠美债啊，什么美国欠一屁股债，那个价值就降低了嘛。哦，那另外呢，这个弱势美元，美国外销也会比较厉害。哦，所以呢，好坏各有利弊啦。哦，那大家只是替川普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哦，一个总统通常都要说好不说坏啊。他为什么要说经济可能会衰退呢？他到底什么目的呢？哦。好，那么听说川普也很急了，经济一下跌这么多，说找商业巨头呢来讨论哦，看有什么办法呢能够股市不跌这么多。大摩分析师说，恐怕还要暴跌20%哦，不只是这样，还要暴跌20%哈。那今天台积电也跌破1000啊，跌了这个27块，收盘971块。我们看一下。In the U.S. economy, the Dow closing down almost 900 points today. A loss of about 2%, marking its worst day of the year. The Nasdaq 真的是血流成河，除了道琼、纳斯达克、标普500、费半通通大跌，科技股也是一片黑。特斯拉股价甚至腰斩，惨衰15%，收盘价还不到去年底最高点的一半。辉达、台积电 ADR 也是疯狂被抛售，就连亚股几个重要指数都连带受挫，市场飘出浓浓的恐慌味。难道美国经济要衰退了吗？ Are you expecting a recession this year? I hate to predict things like that. There is a period of transition because what we're doing is very big. 换句话说，川普不排除经济衰退。他前天也直言，他提出的各种关税难免会引发些许动荡。结果不出所料，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同一天受访时却是说，美国经济不可能陷入衰退。然而横看竖看，市场对经济弥漫不安氛围。这么大的股灾，川普怎么回应？ 答案是，至今川普还在神隐。虽然明天有和企业家的圆桌会议，川普确定会现身，但今天先由白宫代打出招，发了一份上任50天50项政绩，希望各位回头看看总统还是好棒棒。好，我们要请教专家，来沈富雄，来请说。不敢，我觉得那个说川普是故意的，那是胡扯，因为川普什么都不怕，就怕股市。 因为股市跌得太凶了，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所以他现在很多事情，比如说俄乌战争，他是跟时间赛跑啊。因为就是当大家都觉得不行了，他一定要有一些成就来安慰大家。那股市最怕什么？股市最怕黑天鹅跟灰犀牛嘛。那黑天鹅不是出来飞，或灰犀牛出来跑，大家才觉得不对，就是有那个影子啊，就觉得不对了。
那现在不是只有影子啊，现在满天的黑天鹅，满地灰犀牛，灰犀牛脚步的声音你都可以听到的。哇啊，这些都是川普赶出来，就是那个川霸王哦，一手搞这些东西啊。那现在哦，根据美国过去的历史啊，共和党如果照着他们的理念所做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部分都会衰退，几乎没有例外，都会衰退。那川普更凶了，所以哦，所有的专家几乎没有例外的都说一定会衰退。那昨天川普是漏了这个口风了，就说今年可能会小衰退，这还不打紧哦，因为你要同时注意到他的商业部长怎么讲，有可能通膨。那你把他这个族谱两个的话凑起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 stagnation inflation 啊。这个叫停滞性通膨，停滞性通膨这个名词啊，所有的经济学者一听，吓死了。好，那这个如果真的实现的话，大概起码要6个月到9个月才会出现。那昨天刚刚有了一个影子啊，大概的 gas 啊，按到了9个月的时候，真的碰底了。那我请问大家，如果大家有钱，在股市里头，你经得起跌小涨，跌小涨，那这样一打一小涨，要持续9个月，这一语糊底啊！你敢没看见？你最后你没啥料的，最后一来一回你还这个没有很大的损失，你敢才性命，你的心脏都没看见，你死翘翘，你知不知？所以我其实在我这次心脏得病的之前啊，我对整个股市就有一种相当不祥的感觉，是不是因此心脏才不好？不是这样。好，你太看清我了，我怎么会呢？但是呢，我就是忙大事忙太多了。我跟徐小新一样，我都是在忧国忧民，不忧我自己的财富，你知道吗？所以我该做的没做。你财富已经足够到不需要忧了，这样。不是啦，我觉得说停下来，都小事。我本来如果有真的尽机履机，照我的想法去做的话，我本来要砍一半。因为我砍掉一半我剩下的就变成零成本了。那时候就都赚的，那时候就随他去了。但是我没有做，我真的是非常的后悔。所以我在这里有警告，赚了一半的，对吧？我在这里警告全国军民同胞们，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的 heavy， 把你的钱放在股市里头，每一次小涨就要脱手，直到碰到谷底再回头过来。因为像川普这种做法，股市哪有明天啊？股市哪有春天啊？绝对不会的。你听我的话。那这什么叫？那就异于湖底。什么叫谷底？不，这我认为那个摩根是说还会再跌20%嘛。我认为我觉得他那个是有一点乐观啊。我觉得是到今天为止，从今天起算，恐怕还有30%。不，因为它很多，比如像特斯拉已经跌了一半，对，它那个所谓7雄有没有7个最红的股，其实已经跌了不少了，所以再跌20%，加起来也大概30-40%了，有可能。很凶啊，很凶。来，赖委员，如果按照你们讲的，跌了20%-30%，那美国股市就进入熊市了，就不是过去这几年来投的是牛市了。你注意看到今天挺川普的官员不断替川普讲话他说今天这个果是因为拜登所种的因，他把这个责任归给他。都这样，又往前朝推嘛。往前推而且这 Tesla， 你可以看在欧洲的国家几乎全垮。它光德国2月份它的销售量减掉76%，减76%，意大利减55%，欧洲的国家都是40%减50%减，整个 Tesla 一塌糊涂。他 Elon Musk 在裁员哇，这个很威风啊。可是他的公司现在股价一塌糊涂啊，这是第一个我想强调的第二个我的观点稍微跟沈大佬有一点不一样，跟他们的观点也不一样。我是从我们的政府的重要的财经官员，我就问一个问题说，美国国债这么多，国债最近我们想要发那个还税于民每个人1万块我们债很多这要还债结果没有还几块钱。我们的债的比例只有25%，美国多少？美国150%， GDP 的150%。我就问了重要的财经官员说，为什么美债这么高，然后美国不会垮？
美国经济不会垮，股市还是量4万多点是不错的。好，为什么这个样子？他说很简单的，赖委很简单的，他只要他这个国债啊很多的时候啊，印钞票不是印钞票，马上说我付你的利息0，他改成0了。他原来约定是3%，你知道吗？原来比如3%、4%，你去问央行，我们的央行的外汇存底70%、70几都是美国的，没在啊。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他就来一个，我如果真的有问题了，来这个付息改成0，他整个就都过了。而且不要忘了，它是全世界军火工业最强的那个，卖的又很贵哦。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以我们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经济不见得会这么糟。第三个，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过去他在竞选的时候，大家都期待乐观的期待，说川普如果当选，股市啊绝对会再往上涨，因为已经涨了一波了。涨了一波了，非常重视这一块，现在都跌光了，也跌光了嘛。那而且另外一个虚拟货币是很好的指标，虚拟货币他一讲，已经变成战略储备的一个货币哦。结果最近你可以看嘛，这个比特币啊，什么币啊，一直跌。所以整个来看呢，我觉得是跟川普的高关税政策有关系。他现在来看要关税。加拿大也要课关税，墨西哥也要课美国关税，中国也课，中国大陆也要课，全世界都是关税大战。这一来的话，全世界整个经济都会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让我们政府要非常注意这个事情。据我所知，我们的财经官员对这个美国的经济都一直很有信心，可是现在可以看起来整个的局势没有那么的乐观。可我觉得你讲那个高官哦，说美国把那个利息弄成0哦，这也不通啊！你第一个你约定什么就怎么样，你给他0以后，人家都不买你的公债了，你不是以后谁买你的公债啊？所以我觉得印钞票是一招啦。我觉得美国已经多印很多钞票了，原来金本位现在换成一直印美钞嘛，就这样印嘛，让美金的价值其实越来越缩水。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台积电哈要答应在美国继续投资1000亿美金，加起来1650亿美金哈，那等于是这个差不多5兆多了啊，5兆多新台币啊。那1650亿美金就是把我们台湾过去70年累积的5000多亿美金外汇存底，差不多30%都搬到美国去了哈，这很严重的事情哈。那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好像轻描淡写啊，好像他们讲的那样哈，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川普也说说呢，魏哲家是美国政府给世界的讯息，你们看着都来了，我没有付任何的这个补助，对不对？只是一下说要给他50%、100%的关税，乖乖来了啊，都来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模范生啊。那说将来就是美国制造，而且没有关税啊，你们其他都看着啊。管中闵前台大校长，他经济学家，他说川普是搞2手策略，而且对台湾的剥削不是一次性的，这只是先来再说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川普做法跟大陆有些做法是一样，你先来，想尽对你说尽好话，你来投资，来了以后，你反正来了嘛，再慢慢的整你。很多台商也是啊，那个土地本来很偏僻的，开发起来了，现在你搬家。这个土地我要别的用途，可以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美国现在搞这一手啊，你先来。很多人说台积电去至少不要去投资英特尔。我想谁说的？谁说你不要投资英特尔？谁说技术不要给 Intel 啊？这你讲的，川普有这样说吗？没有，将来再看吧。现在都言之过早，所以管中闵说不是一次性的，来以后慢慢剥削你啊。那另外呢，这个英特尔的这个执行长的这个 Kissinger， 他说呢，川普有2大招然后呢，疑似也是吧？先来然后呢，这个要修复它的供应链等等就是英特尔有他的想法了那另外呢，台积电的前研发处长，这很重要吧？研发对不对？叫做杨光磊，他说台积电将来可能被分割，一个是台积电，一个是美积电最坏的下场投资3.6兆，但5兆多了，什么3.6兆，只是这次说的1000亿美金3.6兆，他之前还有650亿美金的，所以5、6兆还不够就是你只要进来以后，叫你一直投资哈。那另外呢，学者说
如果台积电到美国投资，又被迫要去投资 Intel， 股价可能跌破500，当时跌破1000就觉得不得了，今天跌破1000了嘛，说可能会跌破500哈。所以呢，魏哲家必须要道歉下台。你怎么跑到美国去对川普这样卑躬屈膝？这个3分钟讲了4次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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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被逼去的还是 Thank you 什么？哦，然后另外呢，卢秀燕今天有提建议了，说既然我们这投资美国1650亿啊，所以台湾的晶片到美国，你还要抽我们的税，不应该再抽税了哦，不应该抽税了哈。魏哲家说呢，说我们骗美国的，我们的研发中心哦跟美国不一样，我们的研发中心就有1万个人，美国这样只有1000个人，所以它只是线上的产品呢做一点研发，真的研发在我们这边。你认为川普听了会怎样？AIT 不会把这消息报回去。哦，而且他现在1000个人，你台积电最早的研发中心多少人？可能还没有1000个人呢，不会将来扩大，对不对？不会变哦，美国研发一定比你落后啊，这是骗人嘛？这讲这些话都很无聊，就老老实实讲哦。将来美国研发中心将来一定会发展的，他就地取材，很多美国人才少吗？也不少啊，对不对？工人也许找不到，研发人员怎么会找不到呢？我们看一下。Look at what happened with the big chip company,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By far the most powerful chip company in the world from Taiwan, and they're going in with $200 billion of money, and they're going to build something. 美国总统川普真的把台积电夸上天，在空军1号上又告诉记者，台积电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晶片制造商。It's going to give us 35-40% of the chip market just in one company. No, it's going to bring it back,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make us. Bring us to a level that we've never had before. 川普后来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说，他想给全世界的讯息是欢迎来美国制造，这里不会课征关税。另外，川普喊要废除晶片法案，共和党高层坦言，这个要求需要2党强力支持，根本不可能实现。台积电的议题哈，在台湾其实大家看法非常的对立，而且迥异了哈。那事实上，大家能够知道，你去的1000亿美金，后面前面还有650，那加起来就是5兆，一般都会觉得说，那台湾就被掏空，因为你有资本额的问题嘛。所以在上个礼拜4，魏哲家董事长出来说之前，我想90%以上人都是恐惧不要变成美积电。可是上礼拜4，魏哲家董事长出来说明之后，他所讲的内容，他是跟大家讲，就刚刚这个主持人跟大家说的嘛，美国的研发中心1000人，台湾的研发中心1万人，美国现在目前的是4奈米的厂，台湾呢是2奈米。要往1.6纳米迈进，所以我们的技术会比美国更先进。然后去的这些1000亿美金的资本呢，也不是说一次就到位，慢慢投资。那台湾完全不受影响，因为台湾11条线光是今年都会陆续做。所以就简单讲了哈，政治力绝对不可以忽略啦。就川普他很希望我们去加大投资。2020年的5月去了第一波3个厂，现在再多3个厂变6个厂。那以前张忠谋曾经有讲过，他反对去，因为成本高。这一次魏哲家的说法也是承认成本高，可他说因为客户在那边，所以他要去。所以总之啦哈，今天早上在这个立法院，傅崐萁委员跟左荣泰院长2个人针锋相对，就为了这个事情在吵架。他认为这样子会掏空我们台湾，不只害了台积电，还会害整个台湾的资产。但是左荣泰院长的语气也很硬嘛，就是说我们一定是欢迎所有国内企业到国际去投资，可是更要留台湾。那因为现在投审会还要审这个案子，是总统看起来表面上是乐见其成，可是过程流程还是要走。可是总统都说同意了，也不可能后面严审又把它挡掉了。所以台积电去美国投资的事情看起来板上钉钉，而且川普都那么高兴了，你现在要是收回的话，可能有后续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说，到底这个事情会不会造成我们台湾第一个台积电的技术外流、资本外移，加上台湾韧性消失，以后不保护台湾了，这是台湾的这个民众比较关心的事了。好吧，这个外资了哈，说将来这个2奈米也会在2奈米的先进制程在美国会到35%到40%。哦，大家都说在美国都是什么这个比较低的制程，不是的。哦，这是第一个。哦，所以呢，如果30%到40%的2奈米哦，比重也蛮重的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陆行之哦，他是非常懂这个台积电的哦。他因为刚刚有说可能会掉到500，他说不会了，会掉到8字头，恐怕会见到800。哦，所以现在大家反正都在各凭本事在那边猜测的啊。那股价到底会涨？我们再看一下。
四大指数全盘揭幕，科技7巨头中就有5家跌幅超过4%，辉达和台积电 ADR 各跌5.07%和3.64%，台股个股也是哀鸿遍野。护国神山继前一天收盘失守1000元大关，周二开盘再度响起空袭警报，以969元跌29元开出，距离收复1000元失土越来越远。而联发科也是一口气跌75元，开在1320元，大立光跌55元，来到2600元。除此之外，电子五哥广达、伟创、英业达、和硕和仁宝，以及 AI 概念股技嘉和伟影，统统跌成一片。只是有知名外资分析师认为，尽管台积电加码在美投资3.3兆，但投资 Intel 的方案应该还没讨论完。一旦出现台积电入股 Intel 的消息，建议马上出清台积电持股。Intel 的晶圆厂的净值800亿来讲，台积电也可能没有那个能力跟精力再去诟病。对于一家公司一年的营收成长可以达到25%，我倒不认为这短期的几个 news 会影响到。对此，分析师认为，台积电已经花费庞大金额的加码投资美国，不太可能再有大规模的并购。万一未来有小幅投资 Intel， 应该也不至于影响到大局。建议投资人跌升可以分批承接，但在关税阴霾之下，得要步步为营。小新。其实民进党最擅长的事情呢，就是丧事喜办。就是说呢，这个还有台积电要到美国去了。其实先前包含是王美花也讲过好多次，就说他绝对不会。但是现在去了之后呢，讲说太棒了我们就是要这样，台湾经济要起飞啦然后呢，还有一篇新闻内幕就说这个都是赖清德总统来主导的好像就是讲的就是说，这个台积电去美国就是一个我们一定要走的这个未来的趋势跟方向。可我就在想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台积电它到了美国去之后，对台湾大家问说有没有影响嘛？那我第一个问题是，台积电在台湾未来的设厂会不会减少？就算你是减1座或是2座好了，那你减少之后对台湾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一个台积电它设厂之后，它周边会有很多员工，那因为它这个工程师很多，然后工程师很多之后，旁边会开始开很多的小吃店，那这个地方的经济就会繁荣起来。带动周边的这个房地产，你可以看到新竹科学园区，它一路带动它整体的经济活络到苗栗，所以在苗栗某一些地方呢，他们现在的这个经济水平跟状况是很好，他们纳税的状况也是非常好的。以前我们都说苗栗穷到付不起公务员的薪水，现在还有在讨论这件事吗？没有，这就是竹科的外溢效果。那未来台积电会不会对的他去美国投资之后，会不会造成这个问题？这是大家没有讨论到一个重点。第二个问题是，过去都说呢，因为有台积电在台湾是做护国神山，所有的这一些这个先进的技术都在台湾，所以美国不可能让中共来打台湾。那请问这些研发中心都过去了之后，那还有这个问题吗？他们对台湾的保护，所谓口惠而实不至的问题，会不会变得更严重？那川普自己也讲了嘛，他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影响力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讲的也是不清不楚，仍然是相当模糊。而且你看，他最近又要再去见习近平了。最后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你们觉得川普的胃口只有这样吗？大家不是第一天认识川普川普的这个胃口只有说你的这个研发部门过来就好吗？他不会看魏董事长在台湾所说的话吗？他不会看说先进制程到什么程度，再第2次、再第3次、再第4次把你全部都要过来吗？那等到那个时候全部都可以要过去的时候，那不好意思，我们已经都来不及了。所以先前我在质询这个林佳龙的时候，没有，我在跟美国人刚好有访宾来的时候，我就跟美国的朋友说，这台积电是一棵大树，好，我们从很久以前孙运璇时代开始种出的一个大的苹果树好了。那苹果树上结了很多的果子，我们很愿意把这个果子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今天你要把这个树移植到其他的国家去、其他的地方去，那这个树真的能够活下去吗？那为什么不是由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果子？我们没有不乐意，但当你把这个移植过去的时候，它会不会水土不服？它会不会未来它可能它就没有果子了？那这个时候对大家都好吗？然后后来这个访宾呢，他就说，他也认同这个观念，他也觉得就是说呢，这个台积电呢这样子的移动到美国也不见得对会是比较好的发展等等的。所以我最后还是要强调的是，川普的胃口绝对没有这么小。他现在请你过
去，然后说哎呀，先去投资多少钱，然后呢，先去设个这个厂，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后面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要求，更多的挑战。不过基本上了哈，那大家现在帮他圆呐，就是哎呀去也很好啊，他不会那么笨呐，等等。如果川普不逼他，他会去吗？你是问这个问题就好了嘛？不逼他，他会去吗？不逼他，你们谁敢讲他会去？不会去的，谁跑到美国去？对不对？他那就是被逼去的嘛，对，只是被逼了以后还在那边想，哎呀，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与其比什么100%的关税，与其比去把技术转给 Intel， 这样还比较好。那当然是这是相对的嘛，那不去不是更好吗？所以去就是被逼的嘛。所以现在就要问说，那民进党政府到底做了什么事嘛？对不对？你做了什么事呢？你还替他圆然后替他圆这些东西都是骗人、自欺欺人而已嘛。休息一下再回来。